常被称为般若经典的《金刚经》，其中有大巧若拙的一句话，简简单单，却直指人心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句话简洁得如同白纸上的三笔，没有繁复的逻辑，没有艰深的词藻，就像三声钟响，震落我们心里的尘埃。然而越是至简之言，越易滋生误解。有人读出了虚幻，断言时间不存在；有人陷入了空执，断言心念不存在；还有人看破了宿命，断言因果不存在。以上种种并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，反而会给我们灌输虚无主义。那么该如何正确理解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心随万境转，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抛出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们熟悉的版本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而几百年后的玄奘大师，他的翻译却是：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。这个顺序的微妙差异，究竟哪个更贴近本意？第二个问题，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给须菩提指出，此句知易行难，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，又是为何？第三个问题，爱因斯坦曾说过，时间是一种顽固的幻觉，科学巨匠的认知与古老的佛学智慧又存在有哪些呼应？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一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佛学中被称为三际或三世，代表了时间的流逝，是一切现象生灭变迁的舞台。二、心，是我们的念头和想法，有时也可以引申一下，指代一切缘起性空的事物。三、不可得，千万不要认为是不存在，而是说无法去把握，无法被执着，就像流水，就像火焰，生灭变迁。那么让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其实更贴切一些。首先，梵文的《金刚经》的原文就是这个顺序。其次，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从修行的难易程度来讲，这个次第会更加合理。过去心不可得，已经消逝的就是过去，流走的河水，飘散的话语，前夜的梦境，以及割舍不掉的从前，让我们执着的是悔恨。未来心不可得，尚未到来的就是未来。开学当天就有为考试担忧的孩子，婚礼当天就有为爱情担忧的新娘，退休当天就有为健康担忧的老人。让我们执着的是焦虑。儒家讲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佛学却说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并不是让我们嬉戏荒废，而是让我们在紧张和松弛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。这就是未来心比过去心更难把握的地方。现在心不可得，最难最微妙的就是现在心。我们以为现在就在这里，但一念起时就已经过去，
刹那生灭，而让我们执着的，可能是顺境之下的贪恋，可能是逆境之下的嗔怒，皆误以为当下即是永恒。可红尘之中，哪有什么永恒？因此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都没有一个可以真实直取的心。所以维摩诘经就已经给出了最好的注解：若过去生，过去生已灭；若未来生，未来生未至；若现在生，现在生无住。接下来我们讲讲，在《金刚经》中，针对这句话，佛陀对须菩提到底是怎么说的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在《金刚经》的第18品中，佛陀用一个长长的铺垫，去告知须菩提，能实现三心不可得，该有多难。佛陀首先说，如来有五眼通，第一个是肉眼，也就是凡夫之眼，可以看到山川湖海、飞禽走兽，但也只能看个出漏。第二个是天眼，如同最高端的扫描仪，可以看到前后远近、里外明暗，但不明其规律。第三个是慧眼，如同给扫描仪配上了分析器，不光可以看到各种现象，还可以洞察本性的智慧。第四个是法眼，如同再进一步加入了 AI， 此时看到的是所有事物内在的原理，一切法之实相。第五个是佛眼，给神通的眼，再加上慈悲，以慈心观众生，一切皆见。佛陀介绍完了五眼通，就开始讲述所看到的一切。如果把恒河的所有沙粒都变成一条恒河，这么多恒河的所有沙粒再都变成国土，也就是恒河沙乘恒河沙数量的国土，里面该有多少的众生？佛陀看到无穷无尽的芸芸众生，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心，有贪心，有嗔心，有痴心，有功利心，有欲求心，有妄念心，却没有一颗是真正的心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。这就是知易行难，越简单的道理就越难以做到，唯有时时提醒自己，把此当成见招口诀，然后刻刻斩断执着，才能抵达真意。接下来让我们聊聊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物理学家，他们对时间的认知都和佛学产生了哪些共鸣？幻觉下的时间。爱因斯坦在给好友的信里写道，对我们物理学家来说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种顽固的错觉。在现代科学下，时间变成了某种柔软的泥巴，借用佛学的话来说，本就是一种虚幻的假象。过去心不可得，在相对论的眼中，时间被看作和空间一体，只是维度之一，就如同一片片切开的吐司面包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只是属于不同的面包切片。这正是呼应佛学的地方，三际并无实体，却又真实存在，有空不二，我们何必为对过去的悔恨而执着？
未来心不可得。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同时确定，就如同击发台球，最终是否落大，我们并不能完美预言。这也是呼应佛学的地方，因缘际会，我们何必对未来的焦虑而执着？现在心不可得，最精彩的呼应就在这里。时间在持续流淌，但现代神经科学发现，大脑对时间的体验却是离散的片段，如同永不停歇的幻灯片，几十个到几百个毫秒过后才会放映下一章。这同样是呼应佛学的地方。所以既没有永恒的当下，也没有永恒的心念，又何必为顺境之下的贪恋，又何必为逆境之下的嗔怒去执着呢？爱因斯坦说，时间是顽固的错觉，所以在物理世界中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时间不实。而佛学说，三心不可得，所以在心识世界中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不可执着。红尘刹那，一念千年。1000多年前的一天，在湖南溧阳的一条路上，走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风尘仆仆却气势凌人的僧人。这位名叫德山宣鉴的禅师，俗姓周，精研律藏，尤其善于宣讲《金刚经》，人称周金刚。这次他自北方而来，就是要去南方禅林挑战。踌躇满志的他，在路边歇脚的时候，向一个卖饼的婆子买点心。这位婆子问他，你挑的是什么书？宣鉴回答，是自己研读《金刚经》后写的著作。婆子说，那我得要考考你，你答出来了才给你点心。这个极其寻常的乡野妇人居然这样问道，《金刚经》里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要点的是哪个心？宣鉴无语。这句讥讽沉甸甸地压在了宣鉴的心头，也让他有了一些收敛。到了溧阳目的地，在龙潭崇信禅师处修行。一天晚上，天很黑，龙潭禅师点燃了一根纸烛，让宣鉴照路。他正准备去接，结果龙潭却一口将纸烛吹熄。灯燃即见物，灯灭即迷茫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天地皆宽。宣鉴禅师顿悟了，原来曾经的自己还执着于六根之所见，而忘记了本自具足。卖饼婆子的诘问一下子烟消云散。宣鉴对着龙潭倒头便拜，终成一代高僧。故事讲述完了，让我们再回望开头提到的那些误解。三心不可得，是在否定时间，否定心念，否定因果吗？当然不是。虽然这些都是缘起而生，但在缘起中同样不虚。我们真正要否定的，是我们那些割舍不下的执着。回望往事，我们常常悔恨；面对未来，我们常常焦虑；置身眼前，我们常常执着。佛陀知众生如此，所以提醒三心不可得。虽然前路寥寥，但依然值得我们砥砺前行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